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种本来只存在于神话当中的技术。传说苏美尔人的天神阿努纳奇用这种技术创造了人类，直到10年以前，我们还都以为这是一种不可能被人类掌握的技术。而就在过去的5年当中，我们突然拿到了一把和阿努纳奇一模一样的手术刀，它可以消灭疾病、治疗癌症，或者让你在80岁的时候直接变回20岁。甚至就在2018年，有人用这把手术刀复刻了阿努纳奇创造人类的那一幕，造出了2个不属于人类基因的婴儿，争议席卷全球。而这个技术就叫做基因编辑。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时间回到1994年，美国加州的超市里面突然出现了一种红彤彤的番茄，广告上说这是最新的基因工程番茄，加入了防腐基因，可以存放更长的时间，将会带来更浓郁的口感。如果你还有什么担心，请随时拨打800电话。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上市销售的基因工程食物——克尔基因番茄。到今天仅仅过了27年，基因工程师们几乎已经改造了我们所有的食物。究竟是怎么改的？到底安不安全？总觉得就像往食物里施加过什么可怕的魔法一样。但事实上，这些传统的基因工程方法和我们最近掌握的超级技术相比，简直就是算盘和 AI 的区别。可能我们很快就再也不会担心什么转基因问题了，而是跟厂商抱怨一下，这个番茄什么都好，就是吃起来没有巧克力味儿。于是你下次再来超市就能买到巧克力味的番茄了，是不是很魔幻？那想想20年前，如果有人跟你说一个手机就可以让你随时随地的购物、刷剧、视频通话、全球导航，你会怎么想了？而今天这一切已经变成了现实，就像开启网络时代的起点在30年前已经爆炸了一样，最近几年即将开启基因时代的起点也已经爆炸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来说说人类编辑基因的3个时代。1.0 时代可能从15000年前就开始了。中国云南的古人类突然发现呢，最近好像有一种狼很喜欢在部落周围转悠，然后云南人就抓了一批又一批这种狼回来，开始用1.0 版本的基因编辑方法改造它们。于是这些狼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物种——狗。而这个1.0 版本的方法呢，非常的直白，那就是把狼圈养起来，让它们自然杂交，只挑选那些最忠于人类的后代留下来。挑选了一代又一代以后，狼也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狗。改造完了狗，古人类又开始琢磨起路边的野花野草。然后又过了几千年，真茅草变成了小麦，大除草变成了玉米，野椒变成了香蕉。这样古人只需要把种子种到土里，定居下来，照顾这些种子，第2年就能收获大量的粮食。然后定居在种子周围的人类越来越多，城市就形成了。慢慢的，城市里吃饱没事干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多，开始研究点数学、哲学啥的，文明也就诞生了。而这个照顾种子的过程就叫做农业。接下来人类的农业文明持续发展了1万多年，而 2.0 时代也终于来了。这天是1953年2月28日，2个小伙正在研究 DNA 的结构。当时几乎所有的细胞内部都发现了 DNA， 于是人们怀疑细胞是在按照 DNA 上存储的信息来工作。而 DNA 究竟是一个什么结构呢？信息又存储在哪里呢？这2个小伙一边搭积木一边思考着这些问题。突然他们摆出了一个双螺旋的结构，身体就像2条缠绕的蛇，身体的中间有4种组件，分别叫做 A、T、C、G。 如果 A 都和 T 配对， C 都和 G 配对，那么这个双螺旋就是非常稳定的。果然他们的模型对了，不仅 DNA 是这种双螺旋的结构，而且控制细胞的信息就储存在 A、T、C、G 这些配对组合当中。比如在眼皮细胞那里，细胞如果按照 AATTCCG 的代码来工作，你就是双眼皮；如果按照 ATATGGC 的代码来工作，你就是单眼皮。于是科学家们就把这种能控制细胞工作的代码片段叫做基因。而如果我们能够像编辑 Word 文档一样编辑基因，那就太好了。比如把你眼皮里的单眼皮基因改造成双眼皮基因啥的。但很显然，人类不是阿努纳奇，并没有直接编辑基因的天顶星科技，所以2.0 时代，科学家们用核辐射的方法随机编辑基因，就像我们前面的故事里说过一样，核辐射可以把 DNA 分子轰断，
而只要剂量控制得好，就不会断得太离谱，这样机体就能修复这些 DNA。但在修复的过程中呢，会出现偏差，这个偏差就会导致变异。而如果这个变异是我们想要的，比如10000颗辣椒的种子被轰击，当中有1颗长出了比原来大10倍的辣椒，那么我们就把这1颗种子留下来，再用它种出10000颗种子，再拿去轰击一遍。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轰出来的这些种子是无法产生后代的，这就相当于辐射剂量没控制好，直接给轰废了。回想一下你小时候是不是经常听说太空育种的新闻？这其实就是把种子拿到太空中，让宇宙辐射来轰击它们。因为宇宙辐射不强也不弱，轰出来的不育后代也比较少，而且一般都是往变大这个方向上变异，很适合育种。除了核辐射，某些化学药品也能让 DNA 变异，比如秋水仙素，直接让细胞里的 DNA 1份变2份，而且 DNA 一加倍，很多原先不育的种子就变得可以产生后代了，还长得更大了，真的是很神奇。但同时，我们还发现小麦、香蕉、土豆等等这些农产品，竟然明显是 DNA 加倍过的东西，而且有些小麦还不止被加倍过1次，这是为什么呢？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继续琢磨，科学家们还发现，除了可以用粗暴的物理化学方法来折腾 DNA， 还可以用更细致的生物方法呀。于是 3.0 时代很快就来了。这个时代当中，科学家们开始把外部基因注入到细菌里面，让细菌来表达这些基因。比如给日本的啤酒酵母来点德国的进口基因，口感真的变得很德国。到了1974年，又发明了把外源基因插入到小鼠体内的方法，这些小鼠还可以把插入的基因遗传给自己的后代。然后1980年代，各种吞噬石油的细菌，能够分泌胰岛素的细菌纷纷被人类改造了出来，立刻就投入了使用。本来人类想要获得胰岛素是必须从动物的体内去提取的，一头大型动物的先胰脏提取出来的胰岛素大概只够一个糖尿病患者用7天，而全球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至少有1亿。所以这个发明不仅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动物，还拯救了上亿的人类。但是到了1990年代，基因工程就开始受到抨击，因为科学家们开始给人类的卵细胞注入基因，创造出3父母的后代。3父母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我们每个人的基因都是来自父母双方，母亲提供一份主基因，父亲提供另一份和母亲匹配的主基因。但除了父母双方的主基因以外，母亲其实还提供额外的一份副基因，这份副基因保存在母亲的卵细胞当中。如果这份副基因出问题，就可能导致不孕不育，也可能导致后代患上遗传病。于是科学家就找来第3个女性，把她卵细胞当中的副基因提取出来，注入到母亲的卵细胞当中，再让这个被修复过的卵细胞与精子结合，产生后代。这个后代呢，就是所谓的3父母后代。到现在，不会烂的番茄、透明的青蛙、长得飞快的三文鱼、40天出栏的白羽鸡，这都已经是基因工程的常规操作了。10几年前我参加生物竞赛的时候，题目就是把水母的荧光基因转移到动物体内，听上去很高大上，其实一个20来岁的大学生就完全可以操作了。刚刚特意查了一下，现在市面上还真的有卖荧光小鱼的，30条9块9包邮。这大概就是 3.0 时代人类编辑基因的所有成就了。虽然出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但是基因编辑还是又贵又慢又麻烦。简单点来说，就像我们本来想编辑个 Word 文档，但发现没有光标一样，不能改字也不能狂选，更不能 Ctrl+C、Ctrl+V， 只能一页一页的换。换完以后呢，这篇文章还读不读得通？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只能通过大量的替换找出一个能读通的后代。或者就是给原来的文档当中插入一个副页，这个副页能不能和主文档一样有效呢？也是很难控制的。但直到6年前，2015年，一种全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出现了，直接让人类从 3.0 时代飞跃到了 10.0 时代。这个技术就叫做 CRISPR-Cas9， 就像 Word 文档里那个光标一样，可删可插可框可选可 C 可 V。所以有了 Cas9， 编辑基因和编辑电脑程序还有什么区别呢？再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是怎么突然得到 Cas9 这个光标的呢？这背后有一场持续了10几亿年的战争。
细菌和病毒正是这场太古大战的主角。就像我们原来噬菌体那期节目里说的一样，噬菌体是一种长得很像纳米机器人的病毒，它的使命就是专门猎杀细菌。现在海洋里面每天大约有40%的细菌被噬菌体杀死。噬菌体会给细菌扎针，注入自己的 DNA， 然后呢，这些 DNA 会在细菌的体内被执行，而这段 DNA 写得非常歹毒，那就是让细菌开足马力，在自己体内生产同款的噬菌体。最终细菌被榨干的时候，千万亿个噬菌体也从细菌的体内破壳而出了，再去感染新的细菌。其实病毒杀伤人体细胞也是这个原理，但是问题来了，那就是人类是有免疫细胞的，免疫细胞是可以消除病毒的，而大海里面的细菌它们又没有免疫细胞，理论上它们是根本没办法抵抗噬菌体的。那为什么每天大海里还有60%的细菌存活下来了？原来这是因为细菌也有一套自己的防御武器，大概是这么运行的。在细菌的 DNA 当中，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资料库，这个库里面存着各种病毒的 DNA 片段，这个资料库就被科学家们叫做 CRISPR。 同时科学家们还发现细菌的 DNA 上还有一个武器库，叫做 Cas， 专门负责生产各种各样的武器。等到病毒来攻击细菌的时候了，第一 Cas 武器就会冲上去，把病毒的 DNA 剪下来一段，放到资料库里面，同时第二 Cas 武器也就跑到资料库里面调取这个 DNA 片段，于是片段加 Cas， 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所谓的9号 Cas 武器，也就是 Cas9。Cas9 可以比对病毒的 DNA， 如果和自己调取的片段对上了，那么就直接一剪子把病毒 DNA 剪断，让病毒 DNA 失效。所以这个 Cas9 是不是很像 Word 文档里的那个光标呢？它剪哪儿不剪哪儿，完全是听从那个片段在指挥，而人类恰好可以合成这个片段，所以 Cas9 就变成了人类编辑基因的光标。如果在 DNA 被剪断的同时，人类再给细胞注入一段和开口处匹配的 DNA 序列，那么机体就能在修复断口的时候自动把这段基因给缝合进去。于是一个完美的基因编辑器就产生了，真正做到了可删可查、可框可选、可 C 可 V， 彻底把人类的基因变成了 Word 文档。到此为止，人类已经掌握了和阿鲁纳奇同款的基因编辑工具，所以人类和阿鲁纳奇一样，按照自己的样子再造一种新人类，那只是伦理问题了。究竟是哪些伦理问题了？我们不妨来说一个最直白的。现在有了 Cas9 基因编辑器，那人体和电脑软件还有什么区别？最大的一个区别其实就是电脑软件是人类从0101一点一点敲出来的，我们知道它的一切，它就是人类的造物。而人类的基因呢，它并不是我们 ATCG 一点一点敲出来的，所以我们对它其实一无所知。不妨设想一下，我们改电脑程序都会出现一大堆 bug， 那改人体基因会不会也出现大量的 bug 了？电脑出 bug 以后，我们可以一遍一遍的改，而人体基因出 bug 以后，我们每改一次，可能就意味着一条活生生的生命被诞生又被抹除。更何况电脑的 bug 我们可以预测可以控制，而人类基因的 bug 我们根本无法预测。所以伦理问题就说这么多吧，还是回到基因编辑的故事，继续说点光明的东西。2015年 Cas9 刚刚诞生不久，科学家们就用它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把艾滋病病毒的基因片段导入到 Cas9 当中，让它变成了一个专门剪艾滋病病毒的剪刀。然后呢，把这个 Cas9 注入到实验细胞当中。这些实验细胞是从艾滋病病患的体内提取的活体 T 细胞。艾滋病难以被治愈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艾滋病病毒会把自己的 DNA 插入到人体细胞当中，成为一个基因寄生虫，慢慢的复制自己，同时保证被寄生的细胞不死，再去感染更多的细胞。我们想杀死艾滋病病毒，理论上就只有把那些所有被寄生的细胞全部灭掉，但这对于中晚期的艾滋病病患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灭掉这么多体细胞和免疫细胞，也就相当于杀死了自己。所以唯一消灭艾滋病病毒的方法，就是将它们插入到人体细胞中的寄生基因全部给敲除。而这个实验中呢， Cas9 果然和科学家们设想的一模一样，敲除了寄生在 T 细胞中的艾滋病病毒基因。1年以后，这个团队又在老鼠上做了同样的实验，17号实验鼠所有的体细胞几乎都被艾滋病病毒寄生了。注入 Cas9 药物以后，寄生比率下降到了48%。
果然，卡斯奈就跟光标一样，准确地删除了这些寄生基因，攻克艾滋病。似乎这只是药厂的问题了。如果反过来应用，给免疫细胞插入一段敏感的基因，那么癌症也是可以被攻克的。癌症为什么会爆发？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细胞不够敏感，身体内每时每刻都在出现癌细胞，它们其实是拒绝死亡，不停复制自己的正常细胞。本来这种细胞一旦出现，免疫细胞就会立刻过去把它们揪出来处理掉。但是当免疫细胞的敏感度下降的时候，癌细胞就会逃脱追杀，最终爆发成癌症。未来的癌症治疗可能只需要往你身体内注入几万个经过卡斯奈改造的超级敏感免疫细胞就可以被解决了。2016年，首个用卡斯奈治疗癌症的临床申请被美国的专家组批准了，但1个月以后呢，中国赶在美国之前完成了首例临床实验。2016年8月，专家们把改造后的免疫细胞注入到了肺癌患者的体内。接下来就是各种遗传病了，这也是卡斯奈的拿手好戏啊！色盲不是因为色盲基因的问题吗？血友病不是因为凝血基因的问题吗？注入点定位缺陷基因的卡斯奈，再加一点正常的基因，就可以把这些缺陷基因全部替换掉。到此为止，病毒、癌症、遗传病都被攻克了。但紧接着，一个更恐怖的问题也就浮出了水面，那就是上面这些基因编辑都是针对个体人类的，尽管你的基因怎么改，你去世以后，这些被修改的基因就消失了，你的后代不会遗传这些修改。而如果我们编辑了一个人类胚胎的基因，会是什么后果呢？显然，这个时候我们就扮演了阿努纳奇的角色，开始改造人类了。因为被改造的胚胎基因会永远留在婴儿体内，婴儿长大以后又会把这些基因遗传给后代，慢慢的，这个基因就将不可逆的扩散到整个人类族群当中。但人类的胚胎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基因锁了？会不会和小白鼠不一样，很难被编辑了？一切都是想多了。也是在卡斯奈技术诞生后不久，科学家们就先后做了2次实验来证明人类的胚胎改起来甚至比小白鼠的还要简单。这2次实验分别发生在2015年和2016年。当时科学界非常抵触这种实验，万一有谁真的把这个胚胎培养成了人类再生出来怎么办？请立刻停止这种人类胚胎的实验。但是真的就是怕什么来什么。2018年就有一个叫做贺建奎的科学家突然宣布，有2个自己改造过基因的婴儿已经诞生了。也许这就是一扇门，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闭了。后来贺建奎被捕入狱，判处3年有期徒刑。但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给婴儿编辑基因并没有什么不好啊，这可以让他天生就获得免疫艾滋病的能力，免疫各种病毒的能力，替换掉那些有遗传病的基因，让他们免于痛苦健康成长，有什么不对了？哦，对了，医生，再给他来一点不会近视的基因吧。你看医生，近视基因都加了，何不再来点双眼皮和电眼美蓝的基因呢？要不再改改头发吧，来一头飘逸的头发多好啊！还有医生，我们家里可能有点老年痴呆的遗传问题，改改吧，让他一出生就脑力爆表。另外咱祖上运动基因也不行，再给他来点增强肌肉的基因吧。最终一定会在无数人每人一点点的要求中，被编辑的基因一代一代的扩散，慢慢的积累，人类也就再也不是人类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故事，就在2020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当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揭晓的时候，李嘉诚激动地哭了出来，因为 CRISPR-Cas9 技术获奖了。获奖的科学家是一对姐妹花，沙博士和道博士。而这个道博士的幕后金主正是李嘉诚。道博士专门飞到香港，拿着Cas9的模型给李嘉诚演示。李嘉诚还说他的孙子又有新玩具了。而我们似乎听到了弦外之音，因为Cas9技术将给李嘉诚带来一个连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没有达成的终极目标——长生不老。是的，Cas9技术还能有效地对抗人体的衰老问题。我们先别说什么改造基因会让一些人变成超人，然后导致人类社会的不可逆的阶级分化，毕竟那还有点远，政府也有能力控制它。但是Cas9让93岁的李嘉诚变回30岁，这可不是什么遥遥无期的科幻，因为与衰老相关的大约1500个基因，科学家早就对他们已经搞清楚了。那何不现在就对这些衰老基因下手呢？更何况自然界中本身就有龙虾、灯塔、水母、水蛭这种天然的永生基因存在，那何不把它们拿来放到人类的基因当中也试试呢？
也许我们这一代人都能活到几百上千岁吧，这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我们已经站到了技术大爆炸的那个起点上。500年以后，500多岁的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移民去别的星球寻找新的挑战吗？还是继续和470岁的儿子辈、440岁的孙子辈以及40几岁的10几代玄孙辈谈谈恋爱了？到时候我可能会让科学家给我来点金鱼的基因，让我去几千米的海底看一看吧。其实可能到时候都不用科学家帮忙，因为 Cas9 技术真的很无脑，给自己注入一段新的基因和给你手机下载一个新的 APP 并没有什么两样。也许10几年以后，广告牌上就会写，让我们一起消灭艾滋病，为你的孩子购买免疫艾滋病的基因吧。再然后10几年，广告牌上又会写，消灭你身上的所有疾病，赶快购买最新的免疫基因吧。接下来的广告牌就是赶紧定制一个完美的基因宝宝。到最后，也许就跟今天的手机应用商店一样，广告商会说爆款基因买2送1，仅限当天。不要觉得我是在开玩笑，现在已经有一些号称生物黑客的人在厨房车库自己给自己开发基因了。比如这个叫做泽拉的前 NASA 研究员，他就在 YouTube 上上传自己在厨房开发 Cas 蛋白的过程，还直播往自己手臂里注入肌肉增强基因的全过程。甚至他现在就能卖给你一些体验款的产品。看来未来该来的它总归会来，我们只能往美好的那一面去想象。但是如果有一个战争狂人，他用基因技术打造出一支疯狂的军队怎么办？制造出可以控制人类思想的武器怎么办？那这样的话，一切未来的幻想都将彻底陷入到黑暗当中。故事回到人类编辑基因的那3个时代，也许在这之前还有一个0号时代，就像苏美尔传说中的阿努纳奇一样，一群活了几十万岁的阿努纳奇来到地球，他们和人类一样有着爱恨情仇，有着长幼次序。哥哥恩基和弟弟恩利尔依旧会为了地球上的王位斗得不可开交。最后掌握着基因技术的妹妹林玛来到了地球，决定创造一批生化劳工来解决2位哥哥的冲突。于是阿努纳奇就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而人类又成为了2兄弟斗争的新焦点。到了2兄弟彻底摊牌的时候，哥哥把生殖基因给了人类，而弟弟发动洪水清除了人类。大洪水以后，哥哥对幸存下来的人类说，阿努纳奇欠你们一棵生命之树，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把那个永生的基因还给人类。然后阿努纳奇离开了，苏美尔人也在美索不达米亚种下了第一颗种子，用农业开启了人类文明。转眼间就是6、7千年过去了，人类文明也就发展到了2010年代。也许就在前几年的某一个夜晚，我们都在睡觉的时候，哥哥恩基已经回到了地球。他看着人类的城市、文明以及一切的繁荣，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不把永生基因还给人类了，而是把那个和他们同款的基因编辑器 CRISPR-Cas9 直接送给人类。可能这就是一张星际文明的入场券吧。现在人类正在变成阿努纳奇，未来我们降临到一颗新的星球上，也会重新上演一遍阿努纳奇当年在地球上经历的故事，而当中的主角很有可能就是你自己。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这条影片应该过20年以后再来看，会不会被人挖出来鞭尸。